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下面盆的落水头，然后以及实际的更换操作。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看一下，这个面盆就是洗脸台的落水头。然后我们会实际的来操作一下。这边呢，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落水头的材质好了。好，那材质的话，这边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是塑胶的，然后像这种呢是铜的，然后这种呢是不锈钢的，那价钱的话呢，这种是铜加电镀了，那价钱的话呢，这种大概可能250到300，这个大概200左右。这种呢，这个价钱我就不太清楚。这种塑胶的应该更便宜一点，可能100块。我说便宜的话啦，水电行不一定会卖这么便宜的价钱啊。我说的可能是比如说网络上面啊，可能便宜的价钱大概这样可以买到。那因为价差没有说非常的大，如果是我个人选，我会选不锈钢材质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款式好了，这一款呢，长得比较跟这两款不太一样，这一款呢，我们叫它是叫做拉杆式的落水头，它这边有根拉杆，这有根拉杆，然后这拉杆呢，安装的时候。安装的时候呢，在落水头这边有个洞，必须要穿过这个洞，然后再靠着这个拉杆，这个是连到水龙头后面那边，那靠着拉杆，它就可以控制这个，控制这个的打开跟关闭。那这一种呢，是弹跳式的，或者是我们说按压式，它这样弹跳的，弹跳式。那这一款呢？也是弹跳式的，这样弹跳式的，我个人认为，我比较倾向这种弹跳式的，为什么？因为最主要落水头会有积一些脏东西啊、头发啊、污垢啊，这两种弹跳式的比较好清理，那这一种呢，由于它这个落水头这个洞呢，它会被这一根铁穿过，所以这一个落水头是没有办法拿出来的。它除非你把这一个那个机构呢这边把它打开，把这根铁抽掉，这个头才能拿起来。所以这一种是相对不好清理的。所以我比较不建议使用这种，以清洁为考量的话，那像这种弹跳式落水头呢，它的清洁就相对容易。像不锈钢这一款呢，它甚至这样一抽，一抽它就起来了。它这个还不用锁的，一抽它就可以清理，蛮方便的。那像这一款弹跳式的呢，它没有办法抽出来，它就要旋转，它这是有牙的，所以各位如果到时候买的时候可以选择像这种，这边中间有一圈，我大拇指这里，这边有一圈牙，那它就锁上去，它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抽出来。这一种可以直接取出的呢，这种就是我大拇指这一圈白色这一圈呢，它是没有牙的，所以它就可以直接这样子抽取出来。那像这一种弹跳式落水头呢，万一你这个弹跳开关坏掉呢，有的时候用久了，这个不弹了，或者是弹跳开关坏掉，这个弹跳的这个芯呢，这是可以单独买的，你不用买这一整组，不用买这一整根，你只需要买这个芯就可以。那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就是要选择这种无牙的，或者是像这种有牙的。那材质跟款式呢，介绍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设计。基本上
它这一个就是芯嘛，对不对？啊，那我们这边这个部分开始就算落水头，那这个部分就是要安装在洗脸盆的地方。好，那这边结构一样，像这个是金属的哈，那我们会接触到洗脸台的部分，我们这边上面就有一个橡皮垫圈。好，那下方这边也是有一个垫圈。那洗脸盆在这个中间，就在2块橡皮中间。下面这一块橡皮的下方呢，会有一块这个塑胶的垫片啊，给各位看清楚一点，像这样子塑胶垫片，这个就是要让你这个破紧环啊，这个是六角的铜环，那它在破紧的时候呢，不会把这个橡皮给绞破。因为它在旋转的时候，它会压迫在这个塑胶片上面，这样子设计的话，各位就记得硬的，像这个金属的接触硬的陶瓷的地方，都一定要有这个橡皮垫。我们在安装这个落水头的时候呢，我们会在第一个橡皮垫圈的下方这边，再缠一些止泻胶带，薄薄的一层就好了。那这个止泻胶带的目的是要让这个牙呢跟这个橡皮垫它能更好的密合，水才比较不会从这个牙跟这个橡皮垫圈的这个部分呢漏出来。那我们甚至可以在这个橡皮垫圈上面再加一点止泻胶带也可以那各位注意一下，它这个橡皮垫圈，如果你有这样拆下来的话，这个橡皮垫圈呢，它这一面是平的要在下方，然后这个它有点弧形凸起的，这个是要在那个接触洗脸盆。我这边呢就缠好了一个止泻胶带，大概薄薄的就好了，大概不用太多，大概5圈6圈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边呢有2个孔，各位可以看到这边，这边跟这边有2个孔，这是溢水孔。等一下如果在安装的时候，最后需要固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那个起子，从这边穿过溢水孔来固定，不然它这个到时候我们安装的时候锁紧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旋转。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实际操作一下。我们现在就来拆卸一下这个落水头，这是一个拉杆式的，落水头。那我们等一下会连这个劈管一起拆卸。那劈管的部分我们不会换，那我们只会更换这个落水头的部分。所谓拉杆式的落水头，就是这边有没有？这边杆子已经被我拆掉了。因为换水龙头的时候，已经把水龙头上面通下来有一根管子，它就可以控制这个，控制这个的话就可以控制落水头的打开跟关闭这样子。U 型的这个呢是一个存水弯，那存水弯就是我们每一次排水呢，水排掉的话，这个 U 里面都还是会有水。那这主要的用处就是在防脏防臭，防脏防臭就是蟑螂它爬不进来，因为这个 U 型里面都是水，那臭气也不会往上冲，所以它设计这样子。这边以前我之前的影片有提过，这边打开的话，它可以把水或者一些脏东西给卸掉，有没有？这里面有水，然后如果你有脏东西的话，它会从这边出来，脏东西会聚集在这个 U 型的里面。要把这个拆掉的话就很简单，这边2个把它松开，2个环把它松开，那它就可以这样子拔下来。那我们要拆这个拉杆式的这种落水头的话，要先拆这边，把这根拉杆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上面的落水头才可以拿得起来。
等于落水头的塞子啦，哦，它才可以拿得起来。哦，我拿给各位看一下。哦，有没有？它这个落水头这边设计这边有个洞，哦，这个塞子我已经拿起来，这边有个洞，那这一根杆子就穿过这个洞，然后上下呢就可以控制这个落水头的上下这样。安装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你要先把落水头插到那个洞里面，然后下面的铁棍，要对准这一个洞，穿过去。再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拉杆式落水头独有的这一节，把它旋转下来。这个就是刚刚拉杆穿过去的那个洞。旋转下来之后呢，这边有一个六角的环，好，那我们就要用扳手把它转下来。这是一个破紧环，破紧环，我们把它转下来。破紧环拆下来就是长这样子，六边形的。再来会有一个塑胶垫片，那因为它有可能会跟橡皮比较密合了，那我们可以用这个1字起子稍微把它弄一下，这样就有一个塑胶垫片。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橡皮，因为我这个落水头还好好的，所以我可能想要把它留着，所以这个橡皮就是拆卸的时候，我可能要比较小心一点。希望橡皮不要烂掉，哇，已经烂掉了。因为假如你这个橡皮如果是不要的话，那你直接把它扯烂就可以。好，拆下来这个橡皮环。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其实往上推，那漏水头就可以拿下来。下面呢都拆完之后呢，上面这个漏水头有没有？这样就可以拿起来。然后等一下我们这边呢会稍微清理一下，把它清理干净，上面下面都清理干净。那我们想要换那个按压式的落水头。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安装这个落水头。好，先从上方这边呢，就是要记得要有一块这个黑色的橡皮。好，那我们先把落水头从这个洞放进去。好，对，提醒一下，下面这一节是可以卷下来的。这下面这一节跟上面这一节在衔接的地方也可以加一些止屑胶带。万一如果你的长度需要裁剪的话，就可以把下面那一节拆下来。好，那先把落水头放好。落水头从上面装好之后，好，那我们下面的话就是要先放这一块橡皮垫，凸出来的向上。那我是已经有弄了一些止屑胶带上去，好，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慢慢的把它推上去。在橡皮垫上面使用止屑胶带，主要是让这个橡皮垫跟这个脸盆呢，的接触的地方能够更密合，因为有的时候脸盆呢，它有可能那个有毛边。那个不整齐，那我们这样子的话，它能够更密合。好，橡皮垫之后呢，我们就要用这个塑胶垫。塑胶垫之后呢，我们要使用这个六角的这个像螺帽的东西，然后它把那个橡皮垫给破紧。锁到那个手没办法锁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工具，用工具来转。那如果说你在锁的时候，这个整根落水头会跟着旋转的话，那我们可以像这样子使用一支起子，旁边不是有溢水孔吗？那我们就插到那个孔里面，因为这样子你不好固定，让它不旋转，那我们可以用这个起子来帮助。那我们最后把这个转紧，这个也不能转到太紧。落水头它不会动，不会旋转，它稳定，这样就可以了。
太紧的话也有可能会把脸盆给弄坏。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安装下面这个劈管。这边有一块这个橡皮是塞在这个洞里面，防止水倒流出来的，这个叫做阿屁股，这个橡皮垫。那我们就先把这个橡皮垫塞进那个管子，一样这个橡皮垫的话，如果要密合度比较好的话，那我们也是可以在外面先缠一些止泻胶带，那我们就插上这一节。那有的时候这一节会有长有短，那长短的话，这各位都可以裁切，包括像这一根的话，金属的话也可以裁切，可以用裁管器来裁切。那我们主要就是先装进去，然后大致上我们装进去的话。这根管子呢，跟墙壁呢要垂直的，我们不能这样向下垂或向上这样子，这样会导致这边，特别是比如说你是这样子往这边往这边在下面，这边比较高的话，它很有可能这个脏东西都会聚集在这个管子这边，那所以我们最少要水平，水平。那水平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管子跟这个管子，有没有距离有没有差很多？如果像这个稍微长一点，那还可以接受的，还差不多差一个指头的距离，那这还可以接受，我们就不裁它。这个伸到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大概5公分左右就可以了，不要一下子捅到底。捅到底的话，有可能就是会排水不良。刚忘记提醒各位，我们这个修饰的这个盖板呢，要先套上去。我们就稍微量一下，大概这个距离，是 OK 没问题。最后呢，那我们就再把这个装上去。这个先转松套上去之后再转紧就可以。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这个管子不要一次插得太深，插得太深会影响排水。那确定没问题之后，就把这2个钮锁紧，然后它里面会有橡皮，橡皮的话破紧之后就会抓住这个管子，这样子不会动，不会松脱，这样就 OK 了。那我们就可以来试一下。那这一个修饰盖，我们就把它推到墙壁。最后测试一下洗脸台蓄水，然后再放水，然后试试看这排水，看看这边会不会漏水出来，或者是这个地方有没有漏水出来，或者是所有接点，如果都没漏水，这样就完成了。好，那今天我们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